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给拜登贺电，中美关系初看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看法，因为很多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先做一些看法啊。那么之前没有东西，所以没法看啊，光看履历不行啊。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个一些双方的一些行为和表示啊来做分析了啊。那么先说我们今天的主要新闻是习近平给拜登发贺电。那个贺电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新华社11月25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瑟夫·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然后他就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最后是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卡马拉哈里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啊。那么中间还有一段我就没念了啊。那么新闻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就比较一下这个习近平发贺电给拜登，以及4年前习近平发贺电给川普啊。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它有不一样，我们就能发现中间有什么状况啊。那么习近平在给第一个时间上啊，那么给川普是11月9号啊，大家都知道都是10月3号的投的票啊。那么川普是10月9号，然后拜登是11月25号啊。那么时间上有一些差别啊。有些差别，当然中间核心的问题就是局势不明朗。那么25号是这个美国联邦总务局23号啊，就是给拜登一封信啊，就是说他可以使用这个过渡资源啊，根据总统过渡总统法，就是给他授权，给他资源啊，给他资源，同时联邦政府向拜登团队开放啊，进行这个移交的程序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啊。那么虽然美国总务局不能够确认谁当选，他没有这个权利，确认美国总统当选只有一个是谁？美国国会，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联席会议才能确定谁当选。但是美国总务局必须在此之前，他需要认定啊，做出一个认定，然后展开移交程序，否则的话，它会出现权力真空，这是对美国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美国总务局之前没有问题，因为总有一个人提前认输啊，所以提前认输，然后总务局就开始展开工作。那么这次川普总统不认输啊，认为作弊啊，选举作弊，他还要打官司，所以这个处于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总务局还是根据现有的，就是你的官司还没有结果，我先按照现有的情况来，这结果就是就是做出一个这样的认定啊，所以我在这里要讲清楚啊。那么中国呢，就在23号，美国总务局认定，那么实际上呢，中国当时已经是24号，那么中国呢是在25号给拜登发贺电啊。这个时间上来说呢，没那么热乎就是一听到消息，就总务局一出来结果，马上就发贺电，这就是很热乎了。那么第二天发这没那么热乎，但也算得体啊，这是一个就是说时间方面的安排。行文呢，就川普总统长一点啊，那么拜登的少一点，短一点，中间少了一句话，少了一句什么话呢？
拜登的贺电多一句话，多了一句什么话？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少这段话。那么还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陈述上啊。那么给川普是这么说的：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析，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啊。这个姿态非常的高啊，站得高看得远，这个很有雄心壮志啊，表现出非常高屋建瓴的这种姿态，高姿态，非常高姿态，而且上来是讲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这个就一看就是这个大哥的这种形象啊。拜登这里就不同了，拜登就是这1年下来，这个川普把这个习近平打得鼻青脸肿啊，这狼狈不堪啊，一塌糊涂，然后他就没那么高屋建瓴了。他这么说：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这姿态一下子就下来了啊！这鼻青脸肿，那就是鼻青脸肿，这一下打趴一下，这个姿态没那么高了，没那么雄心勃勃了啊！这个在拜登这就已经收敛了很多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给川普的电文里面呢，有你有我，有你有我呢就比较亲近啊。那么你看给拜登里面，在拜登的这个电文里面就没有你我啊，全是两国啊，两国。那这个还是非常的疏远，也比较冷淡啊，比较冷淡。那么一个高姿态，一个比较近乎，一个呢比较疏远，姿态比较低啊。这2个电文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啊，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对待这个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啊，那总的来说有几点。第一点，中国对这次的美国大选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虽然大外宣全部出动啊，这个5毛大外宣全部出动啊，但是中国官方机构像外交部啊这些非常的谨慎，表现得非常的谨慎啊。那么涉及到礼节的方面绝对不出错啊。同时就他其实现在的情况是他要两头顾忌啊，就是说跟拜登这边近了也不行啊，远了也不妥啊。就是你太近乎呢，这个川普会不高兴啊，就是我这还没有结果呢，你跑到他跟那么近乎，那不合适，他会不高兴。不高兴是什么？不高兴会有后果。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那边呢，一看，台湾估计判断觉得拜登可能赢面比较大，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蔡英文政府是直接向拜登那边靠的，所以你看像这个环保署的那个署长啊，本来是要计划去的，后来取消了，说不去了。我觉得呢，有可能是新闻里面讲啊，新闻里面是讲这个说避免这个毕业旅行的这种说法，你马上要政府马上要更换了，你还临别还去玩一趟，这不合适啊。新闻里面是这么说，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台湾那边不大想他去啊，他不行，他还是想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中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啊，就是说蔡英文政府还是在买拜登那头，但是对大陆来说它可不一样。为什么？
因为川普这头还给他上眼药呢啊，所以他这一头他跟拜登不能太近乎，就是说就算稍微的冷淡一点也没关系，就算因为拜登如果是胜选的话，以后修补时间长的呢没关系，你这头马上就会见效的，上眼药马上就见效，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要拿捏的就是没毛病啊，没毛病，大概这是一个啊。所以你可以看从电文上来看，他略微对拜登略微冷淡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他对川普那头呢也不能得罪，因为现在川普还是总统，至少在1月20号之前啊，因为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啊，这样。那么毫无疑问，川普总统啊，从上个月开始啊就没有。他很明显啊，就是他要利用他这个任期里面剩下的所有的时间，推出一系列对华的政策。你看，比如说即将公布的新一波中国企业的制裁名单，89家跟解放军有关的企业不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产品。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啊，现在新闻讲影响最大的是这个大飞机项目啊，大飞机项目其实大飞机项目也就是一个壳子装上大家东西飞一下，但是其实真正影响的是什么啊？真正影响的是中国新武器的研制，新武器的研制才是真正的受影响。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些制裁措施全部实施的话，中国新的武器装备的研制才是真受影响。这个 C919，影响大吗？影响也大，那只是生意啊，只是生意。这是一卦啊，大家记得啊，就本月初，川普总统推出了一批这个涉军企业的名单啊，31家，然后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啊，然后第二批是4家，这次是89家，89家是制裁他们不能够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要申请啊，那么你可以看这个名单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名单越来越长，那么中国的企业最终会屏蔽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美国的技术的外面啊，这是川普总统做的这个动作影响非常的大，这也是我说的就是政策堤坝的其中一部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台湾方面啊，今年11月初，海军陆战队去美国去台湾进驻台南、高雄左营军区4个星期啊，教战操演课程啊，海军陆战队去训练国军啊，然后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情报处长Stutman。上个星期天11月22号低调访台，那么现在美台两边都不证实也不否定啊，中间说了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中间肯定有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台之间这个正式启动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啊，经济、科技、5G 供应链。主要还是谈2个，一个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是美国方面最重视的领域，因为半导体现在是美国非常需要，同时又要围堵大陆的这个产业，所以台积电去美国开厂啊，这就是美台之间的合作，这其实中间涉及到一大堆的交易在里头啊。但是你可以看啊，最近中国那边很安静啊，那应该是他们中国方面的策略是，现在不做啊，做多错多，少做为妙，静待美国总统大选的尘埃落定啊，他们的策略是这个。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现在这个状况，风险很大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其实全世界都不喜欢这个状况，因为这个状况是不确定，
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啊都不确定，所以有风险啊，因为搞错了有政治后果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傅莹大家记得吗？原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啊，傅莹是非常强硬啊。傅莹其实是在中国外交部里面是少有强硬的，虽然他讲话不像那些发言人那么战狼，但是他非常的强硬啊。傅莹在这个24号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啊，这个题目叫《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然后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你看这题目就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他发出一个信号，他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个信号啊。你看题目就知道，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的是可能的。他说，这个中美之间要进行平等坦诚的谈判，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然后他说，中美之间，即使不可避免的发生竞争，也需要合作啊，管控分歧啊，是设法发展竞合关系。傅莹这篇文章呢，是把着这个拜登的脉说的啊。拜登说中美的关系就是竞合关系，既竞争又合作，这是拜登的原话。你想，傅莹去《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说这个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这不是把着他的脉说啊？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释放善意啊，说对方喜欢听的话啊，把姿态放低，但是又不过于拍马屁啊。那么傅莹现在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这个身份呢，人大是官方身份，但是他不是政府啊，他是人大，是立法机构，所以呢，他又不算是政府官员，然后他又是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所以又有民间的身份啊，所以用这个身份来讲这个话呢，那就是比较相对低调，但是信息又发送出去，万一有什么不妥啊，反正他是半官方身份啊，所以比较好弄啊。他傅莹在文章顺便找一下川普的麻烦，说过去4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确定中国要争夺世界霸权，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处处阻碍中国前进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似乎双方都确认对方是错误的一方。他在文章中说，中美关系日后要重新激活，最重要的是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然后他在台湾问题上非常强硬啊，美国要尊重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信念，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啊，等等啊。反正傅莹这篇文章呢，用中国话讲叫捋顺毛，把对方捋舒服了，再搞关系啊。那么中共搞关系呢是世界一流啊，那么跟对方纠缠，就是用谈判纠缠你，用这个搞关系搞定你。反正中共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比他更厉害，因为他在国内就是这么干啊，没有底线啊。川普的办法是什么？川普对付中共的办法就是一个，把整个外交渠道关掉，电话都不接。川普的办法就是这个，所以中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中共拿川普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他连电话都不接，整个外交部把他关门。那然后他只剩下了一个什么？中美贸易协议啊，只有中国手上只剩下了一个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协议还有可能对川普总统形成一个牵制，但是这个牵制的效率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他拿川普没有办法啊。那么川普这一招呢，跟谁学的呢？
川普这招我相信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啊，他应该是跟谁学的？跟蒋经国学的啊。蒋经国有一个三步策略，就国民党实际上现在的国民党不是哈，就老派的国民党那吃共产党的亏，那吃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他们很清楚对付中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采取三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我跟理都不理你；不谈判，也不跟你纠缠；不妥协，我立场不变。这就是蒋经国的三不政策。所以三不政策一点办法都没有。川普用的其实就是蒋经国的这个策略啊。那么我看到刚才网友也在说啊，有媒体问这个拜登说，你很多官员都是从奥巴马政府来的，你是不是会延续奥巴马的政策呢？拜登是这么回答的，拜登说，这不是奥巴马的第3个任期，我们面临的世界与奥巴马拜登政府时期面临的世界完全不同。他又说了一句啊，他说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格局啊。那么大家从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来呢？看出几点啊，就是说其实拜登是反驳了外界对他的很多政策的预判啊。这个第一个，那拜登不是奥巴马，这个我的看法，他的这个话跟我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我认为拜登不会执行奥巴马的政策，因为世界不同了，他的确是这样，他也的确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拜登不是奥巴马，他也不会执行奥巴马的政策，因为整个世界格局，第一，中美关系不同了；第二，世界格局也不同了。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改变的这个世界格局，其中包括中美关系，也包括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拜登政策的政治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说别的，只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肯定就是川普政府的制定的中美关系肯定会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蓝本或者是一个政策环境，这是没有疑问的。你可以从这个拜登的这个表述啊，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假设啊，拜登会当选啊，现在拜登还没有当选，就是国会还没有确认啊，这个我要澄清一下啊，就这个总务局他有个认定的程序，他才能够启动这个程序啊。那么这是一个，所以从拜登的角度来说啊，他没有心魔。大家记住，政客没有心魔，不会说因为这个政策是你的，我跟你是竞争关系，说我就不用你的政策，不会的。美国的政策没有美国的政客没有心魔，只要这个政策管用，这个政策好用，只要这个政策符合民意，符合政治环境，我一定会用它。所以这也是川普团队的一个计算，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预判，就是说他们推出的政策会不会被推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现有的对华政策肯定会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蓝本，以这个蓝本为前提，去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调整。但是你说会不会推翻？我相信不会。这是一个啊。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对美国新政府的期望是什么？我认为有3个期望啊。第一个，希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因为现在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来说非常的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他要内循环了，他都要内循环，你想多难受啊？所以呢，毫无疑问，中国希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让中美关系变得可控。对于中国来说，他最难受，川普政府给他最难受的不是那些政策有多么凶狠，
而是他的政策不可预测。他很多政策他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看不出来规律，他很难受啊。那他要变得可控啊，这是一个。所以总的目标就是希望美国调整政策。第二，让中美关系变得可控，这是第一总方向啊。这第二，他还希望什么？希望美国总统的政策方向做调整。他的政策方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是美国的整体的政策对中国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美国现在的政策或者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让中国最难受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着力点。你比如说以前奥巴马政府很重视什么？很重视东北亚朝鲜的核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核问题核扩散对美国安全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朝核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国正好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它朝核问题可以牵制美国啊，这个问题。中东和平，美国很重视啊，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搞中东问题，它需要中国的支持，因为你要通过联合国的平台，中国是常任理事国，所以通过这个一调整，你要搞中东问题，你就要通过联合国平台，你只要通过联合国平台，那我就有发言权，我就能牵制你。所以你可以看在很多，那比如说打击恐怖主义，小布什的这个反恐战略必须通过联合国，而且必须和中国合作，中国又有牵制他的人。所以为什么过去几届总统，中国利用这些外交舞台，其实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牵制，他才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否则的话，你没有牵制点，美国一出手你就很难过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总统直接跟金三见个2-3面，把朝鲜的朝核问题给摁下来了。朝鲜现在很安静，不给美国添麻烦，中国就没有牵制的力量。然后呢，一不小心把中东和平进程又给启动了，一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又少了一个牵制的力量。所以这一来呢，在中国手里基本上没有牵制的力量，所以只好中美贸易协议。其实中美贸易协议也严格意义上说都不算是牵制美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翻脸，美国继续加关税，你更难受。所以其实都算不上，你只能是使劲买东西。你使劲买东西，看钱份上，这还有一点牵制力量，那代价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所以美国是最希望的是什么？最希望中国最希望美国呢调整他的关注的角度，对世界的看法。你比如说，拜登说他的首要敌人是俄罗斯，对中国来说那真是松了口气。为什么？川普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聚焦在中国身上，跑都没得跑。你把注意力放到其他的国家身上，我就可以有牵制的方式了。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你看，他就希望美国做战略调整，不要聚焦在中国身上，这是就美国希望的，中国希望的。那么所以呢，相应来说呢，中国也会做一些调整，一个是策略上的调整，一个是姿态上的调整。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外交战狼很讨嫌啊，外交战狼其实老实讲，中美关系有一半是外交战狼惹的祸。你想一下，如果不是赵立坚在推特上把这个病毒推到美军身上，川普总统没那么快翻脸。在疫情这件事情上，川普真正翻脸的是什么？就是赵立坚干的好事。赵立坚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军身上，疯了那就外交姿态要会调整，外交的一些策略也会调整。以前对川普的方式是什么？
诱之以利。这其实很多人都误解，川普总统是个商人出身，所以商人重利其实不对的啊，其实不对的啊，诱之以利啊，我们签合同啊，但是我们那个以后再说啊。对拜登团队，他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可能摸底吧。但是中国很厉害，搞关系这个方面，没有人比中共更厉害的啊。但是习近平呢是个什么人呢？不管怎么调整啊，他目标不变。只要习近平的目标，对外扩张的目标不变，一带一路不变，增加中国影响力不变啊，他跟美国之间，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变，不管谁当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为什么会有个这个结论，就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性格和他从他上台到现在他的整个的行为模式。所以呢，习近平所有的调整都不会改变他的内核，只要他的内核不改变，谁都不比谁傻啊。所以呢，中美之间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剑拔弩张啊，就是破口大骂，可能不会这样，或者是直接出现在台海出现军事对峙这种危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尖锐对抗、针锋相对这个局面是不会改变的，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改变。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通过这2天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大体上做一个这样的初看啊，然后我们以后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发展，我们会不断的去根据已有的情况会分析中国方面、美国方面他们会相应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背后的信息，他们政策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这个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一下。白云，谢谢；阮光能，谢谢；WB， 谢谢；Harry 韩，谢谢；Chloe， 谢谢啊；知识王老师；Jennifer 2017，谢谢。好，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观点啊？习近平祝贺拜登的时间有点奇怪。大部分国家的贺电都是在大选后的几天发出的，而接下来不发贺电的国家都是在观望美国最后法院及国会的确认才会发贺电。目前美国大选结果还在打着各种官司，法院还没有任何结果，习近平突然跑出来发贺电，这种情况真的很奇怪。你是不是没赶上节目啊？我们前面讲了一下，我就不回应了啊。观点，佩服王老师作为新闻职业人的耐心，居然能读完贺电。这贺电听起来200斤，还真把自己当世界领袖了。但未来的4年确实很关键，以中国对国家的控制来说，他们能榨取到自己民众的最后一点钱财，而为了所谓的大国复兴，也就是把全世界共产到自己旗下，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浪费任何让美国衰落的机会来称霸世界。美国一点也不能停止对中国的制裁和脱钩的进程。 OK， 观点，假设拜登就职，川普在离任前对中国的政策强硬，对下届的政府会越有利，现在做的越多，将来筹码越多。所以即使拜登上台开始谈判啥的，也不要着急骂他。虽然川普团队和拜登团队是竞争对手，但在对外关系上，很可能2人会变成唱黑白脸，摄取最大利益和维持公正。好吧，你这个真好，这个是很新颖的角度。不错，这个可以。观点，尽管当下对川普有褒贬不一的评价，
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当上美国总统，在其任内甚至至少完成了一件就是捅破美中关系的一层纸，使之进入实质性对抗。在此之前，民主党克林顿、奥巴马都是故意回避矛盾，绕着走。共和党人老布什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邓小平把六四血债一笔勾销，小布什在此基础上把美国主要精力引向反恐、反伊斯兰方向，对中美关系继续粉饰太平，捞取政治资本。对此我们应该清醒看到，既不要当川粉，也不要当川黑反正不要粉任何人，我是不粉任何人，我有什么好粉的呢？政客嘛，总统也是政客嘛，政客是干什么的？政客是为政治服务的嘛。为政治服务是什么意思？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嘛。所以你粉他干啥？冷静的判断，他做对了那就做对了，他做错了就做错了，跟粉不粉没有关系，不需要粉任何一个总统，真的不需要粉任何一个总统，我就从来不粉。所以川普总统我也表扬也批评，以后就算拜登上台我也是一样，做正确的政策我会肯定，错误的政策我也会批评，一样的。说严重错误的政策就严厉批评，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这么看啊。提问王先生觉得拜登会如何处理中美贸易协议？这个协议还有牵制力吗？中共会不会继续执行？我觉得中共会继续执行，因为现在如果拜登上来，他首先会审视中美关系，他会评价现有的这个各个政策。那么如果中国不执行中美贸易协议，那正好拜登可以把关税加上去。拜登其实是不想用关税手段，因为从拜登之前的言论是说，他认为关税手段是叫杀敌1000自损800的这种政策，所以拜登团队是不喜欢关税政策。我觉得，但是中国的订单对任何一个总统来说都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至少在初期，中国会继续执行，后面的也要看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双方新的总统他有个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个大前提。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才能够审视这些具体的政策。我们得先从大到小我们你上来就讲小的政策，你没有大的没有定，小的政策很难谈，因为没有方向观点：美国死了那么多人，会不追责？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都无法向美国人民交代。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不想再讲了，再讲又有人要骂我。提问：拜登上任后，香港问题美国会如何应对？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都到不了这么具体的政策，因为你还不知道拜登会怎么干大方向要定大方向提问：王老师，今天看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开听证会了吗？出现的证人说的东西是证据吗？您怎么看这个听证会？好问题，我没有看这个听证会，我没看到为什么没看到？因为我在睡觉我睡觉以后我就准备起来看这个听证会，但是呢我又在准备今天晚上的节目，所以听证会我会晚一点我再去听吧这个听证会我手上还有一些资料我都一并会看了好吧。情况：我一个朋友住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他昨天告诉我，他们社区在大选前被某团体挨家挨户上门警告，不能投票给川普，否则会被报复。OK， 观点与情绪。自美国大选以来，华人的自媒体乱象让我失望和愤怒，已经关闭了所有所谓的政论频道，除了王先生的节目，点赞王先生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论述和见地。美国大选是自由美国的胜利，美国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的天都不会塌，
就海外华人媒体的总体表现和背后的逻辑，更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中国的天也不会变，悲从心来，一声叹息啊。怎么说呢？我跟你有同感，就是这次华人中国人在美国大选中表现，不合格不合格。我不多说了啊。大家，我今天我不再删这个攻击我的这个帖子啊，就是就这个总统大选的帖子，大家去观摩一下。我今天不删，大家观摩一下这个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攻击的啊，完全没有底线啊，各种有空去看一下，好吧？情绪因贷款到期想办理续贷，居然被银行要求购买黄金、纪念币和购买某指定的基金才给续贷。面对这样的潜规则，实在想骂娘，但又无可奈何。能不能换银行呢？观点：如果集体大规模作弊可以赢得民主政体制下的大选，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就在危险的边缘。看看悉尼·鲍威尔和朱利安尼的发言就知道，那是，但前提是首先要证明这些是成立的，不能看发言情况。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前往美国，上周四19号在南京出境飞新加坡的时候，被边境人员劝说别出国，不管什么原因，特别听我说还要去美国，后面跟他磨了几分钟，还是放行了。同期还是很多人从新加坡中转去澳洲务工，入境新加坡的时候很顺利，做了新冠病毒检测后就自己到酒店。新加坡要求入境后收到检测结果邮件之前自行在酒店隔离，还有1周满14天就可以飞洛杉矶了希望你一切顺利。为什么劝别人不要走呢？我觉得他越劝你不要走，你就一定要走你不知道他背后什么意图，好吗 ？OK，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鸣谢一下丁鹏，谢谢还有提问王老师，以现在的情况看，川普的案子到底能到最高法院这个层级吗？到最高法院这个层级，主要是看川普的律师团队愿不愿意除非法院不接，只要接了，法院驳回，那他就可以去最高法院，就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是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不是说能不能的问题，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观点：我是川粉，我发现最近五毛真的很多。王先生之前提到对你进行人身攻击，所谓的川粉有可能是五毛假扮。虽然我不赞成王先生的所有观点，但是很明显，王先生是出于公心，即使分析错了，也犯不着对王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王先生一直是做中文媒体的，面对本来就是中文媒体听众，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英文的原因而不能对美国大选的每一件事情了解或做出准确的分析，也是人之常情。可以怀疑新闻，但是应该宽容有良心的媒体人我英文不是很好大家听我读英文也读得不是很准，但是我读英文的电讯稿我读了几十年所以看英文的电讯稿我都看得了，所以我没有阅读上的困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看这个Murphy 给拜登的信，以及之后的那几个电文来看，我觉得我是没有理解错的。我们拭目以待，时间是最好的老师，给我们大家教训，好吗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Renee Mac， 谢谢。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